68岁的张大爷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。这个村子并不大，这里的人们大都过着质朴的农耕生活，张大爷也不例外。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简单而又安静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在他几年前进山遇到一头受伤的野猪之后，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张大爷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起床忙活开了，平时话语不多，在村民们的眼中，他属于老好人的类型。唯一的爱好就是抽旱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烟袋总不离手。那是一个夏天，张大爷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，随便吃了几口早饭，趁着早上凉爽，便拿起柴刀去山里砍柴。在路过一片茂密的丛林时，突然听到树丛中传来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嘶吼声，当时也把他吓了一大跳，连忙退后了好几步，连旱烟袋都给扔出几米开外。虽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深山之中，见到的野生动物也不少，可基本都是远远的看上几眼，这些动物们就避开了，从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野兽。听着近在咫尺的野兽嘶吼声，还是挺瘆人的，一时也没了主意，当场就愣在原地，也不敢动弹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从树丛中窜出凶猛的野物向他扑来。可他紧盯着发出嘶吼声的树丛老长时间，也不见有其他动静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竟然大着胆子一步步朝着发出嘶吼声的树丛走了过去，想看个究竟来。走到近前，可能因为树木加上蔓藤太茂密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他只好用砍柴刀砍来一根木棍去挑开树丛来看个清楚。他刚把木棍探向树丛中，冷不丁的又是一声嘶吼声传来。张大爷吓得赶紧把手缩回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。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跑到一棵大树下才停了下来。等他缓过劲来时，本想就不在里面耽搁了，赶紧去砍柴要紧。可没走几步，树丛中又传来嘶吼声来，这也让他心里感到七上八下的。要是不弄个明白，估计砍柴都觉得没劲儿了。经过他刚才拿着木棍试探了下，除了嘶吼声外，也没发生什么事情。他索性大着胆子走到树丛中，用木棍挑开，一定要看个清楚。即便期间也传来几声嘶吼声，他也没在意。他抱着不看到里面是什么野物不罢休的态度，硬是把那片茂密的树丛扒拉开来。这下总算是看明白了，只见一头野猪竟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看来这嘶吼声就是从这野猪嘴里发出来的。仔细一瞧，这野猪身上还有血迹，看样子是受了重伤，不然的话，遇到张大爷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都无动于衷。张大爷还是蛮紧张的，生怕这野猪爬起来攻击自己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干脆坐在一边，拿出旱烟袋来，先抽上几口旱烟，先观察一下野猪的情况再说。一锅旱烟抽完，也来了精神。他发现这野猪的个头好大，足有400斤以上，腿上和背上都受了伤，应该是被食肉动物攻击的，伤口很深，流了不少血。最严重的是腿部，只见几块皮都被撕扯了下来。野猪此时安静地躺着，只是一双眼睛一直都盯着张大爷看，仿佛看到张大爷又燃起来生的希望一般。看到这里，张大爷也起了怜悯之心，可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，想要带回家救治也是不现实的。他想了想，平时自己受了伤，一般都是在山里采些草药敷上就好了，如果用草药为野猪敷上，说不定也能起到作用。想到这里，说干就干，他起身四处找了一圈，采来很多治疗伤口的草药，用石头砸碎，准备给野猪敷上。可问题又来了，遇到这么大的野猪，他实在不敢太过于靠近，一旦惹怒它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砍来些藤蔓，缓缓地将野猪的四肢都捆绑了起来，最后连野猪的嘴都被他给捆绑了个结实。说来也挺奇怪，
这野猪在被他捆绑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动弹，好像他很清楚张大爷是为了救他而做的防范措施一般。等做完这一切安全措施之后，他把采来的草药敷在各个伤口处，为其止血消炎。把草药敷完以后，他怕有别的猛兽再来攻击野猪，便把捆绑他的藤蔓都给松了开来，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野猪身上。他想也许这样让野猪嗅到人类的气味会远远地避开，会安全很多。能不能让这头野猪活下去，其实张大爷的心里也没有足够的把握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心情也舒畅了起来，便拿起砍柴刀继续进山砍柴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等他砍完柴在回家途中想起了这头野猪，决定过去再看看情况。野猪的精神好了很多，见到他时并没有反感他的意思，朝他轰轰地叫着。张大爷想，也许是野猪饿了，没力气站起来去找吃的。他转身在山坡上割些青草来放在野猪嘴边，只见野猪也不客气，大口地吃了起来。他这才放心地离开。到了第二天，当他经过这片丛林的时候，再次来看野猪时，却让他很失望。野猪已经不知所踪，地上只留下了他之前给盖上的衣服和吃剩下的零星杂草。看到这里，张大爷不免心中有些失落，也不知道是野猪自己离开的，还是遇到野兽遭遇不测了。他只好离开，进山去干自己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张大爷淡忘了。然而3个月后的一天，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。秋天已经到来，天气开始转凉。勤劳朴实的张大爷劳累了一天，吃过晚饭后，早早就上床睡下了。在睡梦中被老伴叫醒过来，说总听到门外有动静，而且村子里的狗也叫得很厉害。老伴就想让他到门外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张大爷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屏住呼吸侧耳听了一阵，还确实听到门外有什么东西在走动的声响。他翻身起床，披了件衣裳，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口。透过门缝，借助月光，看到一头野猪正在门口走来走去，时而低头在地上嗅来嗅去，时而又抬头四处瞅瞅。起初他也被吓了一跳，可仔细一瞧，又觉得这头野猪似曾相识。这时好像野猪也发现了藏在门后的张大爷一样，朝门边挪动了几步，仰起头朝他看了过来。当他看到这头野猪看向他这边的眼神时，终于想起来3个月以前在丛林里被他救过的那头野猪来。他缓缓把门打开，走出门外来。野猪看到张大爷出来，一边发出低沉的声音叫着，一边向张大爷走来。此时的张大爷显得有些紧张，不知道野猪下一步会做什么，只能僵硬地站在门口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不过看野猪并没有显现出要攻击他的意思来，心里稍许平静些。就在野猪快要接近张大爷的时候，不知道他老伴什么时候也走到了门口。看到如此情景，以为野猪是要攻击张大爷。老伴的一声惊叫打破了黑夜中的沉寂，这惊叫声把站在门口的张大爷吓得跳了起来。等他缓过神来看，野猪早已没了踪影。等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给老伴讲了一遍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从这以后，这头野猪时常到了深夜就来到张大爷家门口，张大爷也习以为常了，跟这头野猪渐渐熟悉了起来，甚至还能摸摸它的头。野猪有时和张大爷近距离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会用嘴拱拱他的裤腿，就像养了一头家猪一般温顺乖巧。张大爷也不知道野猪为何到了深夜来找自己，以为是饿了找他来要吃的。他也时常慷慨地拿些自己家母猪吃的精料来喂它。又过了几个月后，一件令张大爷和老伴高兴的事情发生了。转眼到了寒冷的冬天，外面飘着鹅毛大雪。张大爷家的母猪肚子越来越鼓，像是快要生猪崽子了。张大爷和老伴也很紧张，一直都守在母猪身边，生怕到了深夜生了小猪崽会被冻着。
到了第二天深夜，母猪真的开始生出了小猪崽来，总共12头。可奇怪的是，越看越不像家猪的样子，倒像是野猪的模样。这也让老两口彻底懵了，一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过看着这些小家伙们可爱的模样，挺招人喜爱，赶紧点燃柴火来为他们取暖。老两口忙活了大半夜，天快亮了才去小睡了一会儿，又要起来照顾这些小猪崽子们，生怕他们会饿着或冻着了。一直忙到晚上，当这头野猪再次来到张大爷家门前，他这才一拍脑门，恍然大悟起来。原来这野猪就是头野公猪，自己家的母猪能生出小野猪崽来，也就不难解释了。经过张大爷老两口精心喂养，这12头小猪崽长势很喜人，全部都很健康，而且远比家猪生长速度快。周围邻居们都听说了这件稀奇事，纷纷跑来一探究竟。这件事很快传开了，一些外地老板前来提前订购了这些野猪崽，价格当然远比家猪的高了。这也让张大爷老两口乐坏了，大家都说是因为张大爷心地善良，救了野猪一条命，伤好后经常来张大爷家就是来报恩的。而张大爷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却始终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，吧嗒吧嗒地抽着。山脉中生活着各种野生动物，生活在这片山脉附近的人们很早就习惯了与动物们和谐相处，共同繁荣的日子。百年来，住在山中的人民都秉持着靠山吃山的原则，而这里很早就有了樵夫这个职业的存在。樵夫们时常需要进山砍柴，避免不了与山中的野生动物打交道。而就在这片林子中发生了一件奇事儿，茂密的树林中传来一阵阵砍柴声，在寂静的树林中回荡着。这是一个樵夫正在林中砍柴，这个樵夫专心细致地砍着柴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一只野猪。这只野猪是被他砍柴所发出的声音所吸引过来的。那只野猪正在盯着樵夫，随时都有可能对樵夫发起攻击。正在野猪要对樵夫发起攻击时，突然传出一阵声音，这时的樵夫才反应过来。樵夫心中大惊，但此时想要逃离已经为时已晚。在这危机的关头，一只野豹突然从林中窜出，挡在了樵夫的身前。野豹没有多做犹豫，冲着野猪的脖颈就咬了过去。这时的野猪想要逃跑，野豹回头看了一眼樵夫后，朝着野猪逃走的方向追去。这不禁让人疑惑，野豹为什么没有攻击樵夫？离开时怎么又会看了樵夫一眼？这一眼有什么深意吗？这个樵夫名叫老李，家中贫困的他从小便与父亲进山砍柴，靠着在附近卖柴火的微薄收入为生。但是在8月份的一个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树林中，透过茂密的树叶，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一个的光斑，像是动物的足迹一般。老李走在茂密的树林中，听着树林里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很快，老李找到一棵枯树，老李准备在这里砍柴。他拿出了柴刀，在枯树上劈砍着。很快，老李就砍好了柴。他将柴捆绑好，拿起了刚刚发现的野兔，便准备下山。老李走在下山的小路上，耳边传来阵阵鸟鸣，嘴中哼起了欢快的调子。突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中。经常在山中砍柴的老刘一下就听了出来，那是山中野豹的叫声。但是野豹一般都是在夜晚出没，而且那叫声还有些稚嫩。这下激起了老李的好奇心。老李手持柴刀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没走2步，老李就看到了树下的豹崽，看样子刚出生没多久，而母豹竟然没有守候在豹崽的身边，这让老刘有些疑惑，难道母豹出去猎食出事儿了？老李看着那野豹崽可怜地叫着，看样子是很久没吃东西了，这让老李心生怜悯。老李心中有些犹豫，他想将豹崽带走养着，
然而卖柴那微弱的收入，又有些无法支撑他的想法。当然，他也怕那母豹，万一那母豹回来后，因为找不到豹仔而发狂。老李思索了良久，最终他还是没有带走那只豹仔。但老李把刚刚捉到的那只野兔杀死，将它的内脏丢给了豹仔。之后老李并没有直接离开，直到豹仔吃起了野兔的内脏，老李才转身缓缓离去。回到家中的老李将柴火堆在了墙角，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那只豹仔，便想着第二天再去砍柴的时候再去看看那只豹仔。第二日，老李将昨天特意剩下的兔肉带上，随后便上山砍柴。他先是到了遇到豹仔的地方，害怕母豹已经回来，老李远远地朝这个地方眺望。然而老李还是没有看到母豹的存在，小豹仔老李也没有看到。老李朝着那个地方走去，走近后，老李发现那只豹仔正在树后睡着，而母豹还是不在。这下老李明白了，母豹可能凶多吉少了。老李将还在熟睡的豹仔抱起，这下惊动了豹仔。豹仔醒来后盯着老李，随后一口咬在了老李的手指上。还好豹仔还小，没有太大的杀伤力，这一口只是让老李的手指微微出血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老李看着手上被豹仔咬伤的伤口，心中有些无奈。他想救豹仔，却没想到被豹仔咬了一口。老李拿出了剩下的兔肉喂给豹仔，哪知豹仔竟然不领情，只是静静地盯着老李。看着这一幕，老李也是不慌，只是盯着豹仔。可能那豹仔实在是饿极了，最终还是没能经受住肉的诱惑，吃起了老李扔下的肉。老李看着吃肉的豹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很快，小豹仔吃完了兔肉，老李再次抱起了豹仔。这下豹仔没有再激烈的反抗，只是象征性的扭了下身体，随后就老实了。回到家中的老李将豹仔放到了一个常年不用的笼子里，随后又从家中拿出了一块兔肉。这本来是老李留给自己的，但是为了豹仔不挨饿，他还是喂给了豹仔，自己却吃起了干粮。坐在院子中，老李看向趴在笼子里的豹仔，心中开始发愁。平常只养活自己，他的日子还算可以，可现在要养活一个天天吃肉的家伙，这怎么能让老李不发愁？老李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，索性便不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李将家中的柴火卖了出去，随后买了一块猪肉回家。回到家中后，老李切下了一小块猪肉，喂给了已经醒来的豹仔，他自己又啃起了干粮。随后的日子就这么平静地度过着。老李每天紧巴巴地过着，只为了能给豹仔多吃块肉。转眼过去了4个月，豹仔也已经长大了些，但它逐渐增长的食量渐渐地让老李无法支撑。这天，老李想到这野豹是生活在山林中的，他想着现在野豹不小了，应该能够自己捕食了，索性就将它送回山林算了，让它生活在山林中，他能更加的自信。心中这么想着，第二天老李就行动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李打开了笼子，将豹仔放了出来，随后带着豹仔一起进山。那豹仔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，跟在老李的身后，一直走到了当初发现豹仔的地方。老李的心中有些不舍，他抱着豹仔说道：“走吧，回到山中去吧，别在我这里混吃混喝了，我养不起你了。”随后老李松开了豹仔，豹仔好像也明白了老李的意思，随后在老李的目光中向着山林深处跑去。之后老李依旧是每天上山砍柴，这下他又过回了之前的日子，但他的心中还是时不时的会想起那只野豹，而他再见到那只野豹却是在2年之后了。2年后，时代在慢慢的进步，他樵夫的工作已经逐渐不能再维持生计，老李心中也有了做些其他事情的想法。这天，他再次来到了山中砍柴，他想着可以带更多的柴回去，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好些，便走进了山林的深处。他从来没有进入这么深过，
这时他看到了一棵枝丫很多的树，便想着在这里砍些柴。老李拿起了柴刀，在树木劈砍起来。随着他的劈砍，惊走了树上的鸟群，没有了叽叽喳喳的鸟叫，附近瞬间寂静了下来。整个林子中只剩了柴刀砍在树木上的声音，这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。这时，附近一只正在吃果子的野猪听到了这动静，向着动静传来的方向走去，一直走到了老李的身后。然而此时的老李还在专心地砍柴，并没有注意到野猪的到来。那野猪眼看就要对着老李发起攻击，这时野猪踩到了一只枯树枝，这下老李听到了。老李赶忙转身看向身后，他看到了那些蓄势待发的野猪。然而老李这会儿看到已经有些晚了，一人一猪对峙了一会儿，眼看那野猪已经不耐烦，就要对老李撞去时，一只体型壮硕的野豹突然从林中窜出，停在了野猪与老李之间。那野豹背对着老李，朝着野猪发出一阵怒吼，这让那野猪的动作再次慢了下来。野豹看着那只野猪，突然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窜了出去，一口咬在了野猪的脖颈。但由于野猪实在是皮糙肉厚，并没有直接将野猪咬死。那野猪挣扎着脱离了野豹的血口，转身向着树林深处逃去。而此时的老李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竟然没有离开。这时只见那野豹回头看着老李，老李心想，真是倒霉啊，刚出狼窝又入虎口。然而那野豹并没有对老李发起进攻，竟只是看了老李一眼，便转身追向了野猪逃离的方向。看着野豹离开的背影，这让老李很是熟悉，而一股深藏的记忆从老李的脑海中涌现出来。老李明白了，这是他救下的那只野豹，只是没想到它竟然已经长得如此健硕了。看着向野猪追去的野豹，老李也转身离开了树林，他也不想再打扰现在自由生活的野豹。之后老李向着村子里的木匠拜师学艺，转行做起了木匠。在他年龄大后，他经常将这件事情讲给村里的孩子们听，然而孩子们只当是老李讲的故事，并不当真，毕竟不是亲身经历，谁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故事呢？大姐开始养猪还债，靠着喂猪喝白酒，年销售额高达1000多万。猪和白酒之间有什么关联？她为何要喂猪喝白酒？大姐名叫王秋凤，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但王秋凤在这里却是出了名的女强人。关于王大姐喂猪喝白酒的事情，村里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，但其中的原因他们却怎么也想不通。让猪喝白酒的怪异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的舆论，很多人都觉得王大姐是精神出了问题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怪异举动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致富的秘密。王大姐正是依靠这个秘密，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，就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养殖户，一举成为千万富翁。2012年，王大姐接到了客户打来的电话，客户要将她的猪买下来。王大姐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开心得像个孩子，爽朗的性格让很多人都十分愿意和王大姐往来。但当王大姐讲起她养猪时的经历时，她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。她抬起手就狠狠地抽在了自己的脸上，一边哭着一边拧着自己的大腿。接到订单时像小女孩一样雀跃欢呼，回首往事时却恨得自虐。王大姐在创业路上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样的表现和女强人又有什么关联？90年代末，王大姐拿出自己的存款投资了煤矿生意，但天不遂人愿，煤矿上出了事故，让王大姐之前累积的财富一夜之间清了零。2004年，王大姐不甘落寞，她向亲戚朋友们借了30万买了辆货车，从事起了运输行业。虽然那段时间很辛苦，但之前空掉的钱包也逐渐鼓了起来。但2005年夏天，一场车祸让王大姐的侄孙和一名司机当场死亡，而肇事司机却在事故发生后选择了逃逸。
王大姐的货车在这场事故中损毁。无奈之下，70多万的赔偿金只能由王大姐一人承担。钱是赔过了，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。这场车祸让王大姐不仅欠下了100万的外债，还让她和亲戚的关系破裂。王大姐的丈夫在事故发生后不久，因为过度劳累导致了以前的心肌梗塞复发，病倒在了床上。一则则噩耗相继传来，让王大姐一度陷入了崩溃的状态。但日子终究还得过下去，王大姐决定离开喧嚣的城市，回到老家寻找挣钱的项目，将100万债款还上。回到老家后，身上背着巨债的王大姐对钱十分敏感。一听养猪能挣钱，在了解了一番养猪的基本知识之后，她就准备着手开始干。9月，王大姐将她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家里人，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家里人竟全部都反对她去养猪。王大姐却不这么认为，现在家中背着巨债，她如果不趁着现在还能工作去还上，将来这笔债务就会落在孩子们的头上。王大姐不管不顾地去调查了一番，她发现在当地并没有大规模的养猪场，她认为这就是机会。随后王大姐联系了自己的妹妹，借了50万，在村子里承包了70多亩地，建起了猪舍，并从外地引进了64头种猪。那段时间，王大姐仿佛像着了魔一样，每天都盼着种猪赶紧下崽，赶紧把猪养起来，以求能够早点挣钱。为了能够快点挣钱，王大姐又从外面买来200多头小猪育肥，只希望这些猪能够早点出栏，早点卖钱。可让王大姐没想到的是，这批小猪却接二连三地出现意外。那时是冬天，小猪刚刚引到猪棚时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一晚上的时间，小猪都被冻死了不少。等到王大姐早上看见的时候，猪的尸体已经僵硬了。王大姐看着死去的小猪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丈夫眼看着小猪死去，为了及时帮王大姐止损，便趁着王大姐不在家，50元一头将小猪卖了出去。当王大姐回到家时，看着一群人从自己家的猪棚抢着抱走小猪，王大姐的心好像就在滴血，她想拦却又拦不住。这件事在王大姐的心中永远都过不去，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满腔恨意。当时小猪生病的时候，王大姐从来都没有放弃治疗，但如今空空荡荡的猪舍让她万念俱灰。她哭了4个小时，期间她想到了很多事情。王大姐想到了孩子，想到了自己的父母。此时王大姐的手中还有最后一个砝码，那就是她最开始引进的56头种猪。这些猪马上就要生猪崽了，56头种猪最起码能够生下600多头猪崽，这是王大姐最后的希望。她决定最后尝试一次。王大姐这次没有闷头苦干，她意识到养猪也是有学问的，并不是有着一腔热血就能养成的。于是她便一边照顾着这些猪，一边向有经验的人请教。养猪的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。在王大姐的悉心照料下，母猪下崽了。当时王大姐的孩子只有10几岁，但母亲的辛苦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每当放学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让王大姐的心中再次充满了信心，生活的希望就在眼前。当时王大姐的女儿马上高中毕业了，但在填报志愿的时候，王大姐说出了一个要求。王大姐为了自己身边有专业人士的帮助，要求女儿去学畜牧兽医。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，女儿还是决定听从王大姐的意见，报考了畜牧兽医。但总归在这件事上，女儿的心里还是有所埋怨。2009年，女儿顺利从大学毕业，此时的她对母亲满是失望和伤心。毕业之后就去了外地，再也没有回过家。直到2年之后，女儿谈了男朋友，准备结婚的时候才回到了家。关于这件事，王大姐的心中一直都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，是自己耽误了女儿的一生。王大姐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道理，
于是便一边养猪，一边买来关于养猪的书，潜心研究。据王大姐的女儿所说，那段时间王大姐天天晚上都不睡觉，经常戴着眼镜坐在桌子边看资料，哪怕她躺在床上，她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关于养猪的事情，而且还时不时地出去听课，和别的养殖户总结经验。王大姐这样刻苦努力，最终在2007年得到了她应有的回报。那年猪肉价格疯涨，而王大姐就看准时机，将大批商品猪卖了出来，挣了不少钱。然而就在2008年猪肉价格下跌严重的时候，王大姐却做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大姐不要再养猪了，因为去年挣来的钱已经够还债的了。但王大姐却一意孤行，不仅没有拿挣来的钱还债，反而扩大了养殖规模。为了这件事儿，王大姐的儿子还跟她大吵了一架，可最终还是拗不过固执的王大姐。不过这时的王大姐却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她竟然开始喂猪喝高度白酒。这样怪异的行为让养殖场的员工都摸不着头脑，但王大姐却说这样能够提高猪仔的存活率。那么喂猪喝白酒和存活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母猪一次最多可以生几十头猪仔，然而母猪喂奶的能力有限，这就会导致有些猪仔因为吃不到奶而饿死。养了这么多年的猪的王大姐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，于是她就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分布寄养。王大姐将已经快要断奶的猪仔放在奶水不多的母猪旁边，将那些刚出生需要喝奶的猪仔放在奶水量大的母猪旁边，这样就能确保每个小猪都能吃到奶水，不至于被饿死。王大姐让这些母猪喝白酒，等她喝晕的时候，就分不清是她自己的小猪还是别人的小猪，这样既解决了小猪吃奶的问题，也不会对猪产生什么负面影响。2010年，此时王大姐已经养猪养了5年，她已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养猪系统。凭借着5年的经验，她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。那年她再次赶上了猪肉的高价位时期，不仅将100万债务全部还清，还做到了年销售额1000万元。妇女创业比男人创业要艰难得多，因为男人能够一心一意地搞事业，但女人却要在家中担任多个角色。而王大姐的事迹却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女性的坚强和勇敢。人生总会有大起大落，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。王大姐兴奋过，也沮丧过，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。创业本就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，这条路上或许有深渊，有高山，但只要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，无论是深渊还是高山，都将成为我们迈向成功的阶梯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点击订阅，了解更多。